Hi， 大家好 ，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This is your girl Chia. 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我的 intro 好，我要再试一次。Hi， 大家好 ，This is your girl Chia.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影片我讲中文，因为网络上的朋友问说，请问一下 Chia 在国外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？到底是怎么样在国外留学？到底留学生在国外的生活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？然后其实我挣扎了非常久，到底要怎么样来录这个影片？因为其实老实说，我只是万中之一个国际学生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走的 approach 是比较不一样的。这当然也牵涉到说，我交了一个美国人男朋友，所以我的生活当然跟很多大部分的国际学生会是有所出入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想说，那我来分享我自己自身的经验，因为就觉得我不想要概括所有不同的案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样子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或是你没看过我的影片，这是我很久之后的第一部中文影片，因为毕竟我现在如果讲中文在这个影片里面，我男朋友是完全听不懂的，所以他会非常的挣扎。所以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才来录这个影片。那我就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是 Chia。所以呢 ，Chia 其实这个名字是我来美国之后，我才真正觉得好吧，那我就 go by Chia， 就是我决定就当做这个是我的名字。因为其实在美国，真正的美国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字？他们对于亚洲人会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字，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，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根本不是你名字的名字？那当初我认识我现在的男朋友 Alex， 他也是觉得，他听了我之前的故事之后，他也觉得说，天哪，他绝对不要亲口叫出我之前的那些非 Chia 的名字。他觉得说，我为什么要叫你？明明就叫做 Chia， 那为什么我要叫你 Amber？来这里之后，对于这里的人来说，就是完全 doesn't make any sense。他们觉得说 ，OK， 你上面 ID、你的护照，全部都是你的中文的全名，为什么你要叫做一个从来不会出现的英文名字呢？所以呢，好，那这件事情是第一个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Chia。那我现在的所在位置呢，是在 Minneapolis，Minnesota 是州 ，Minneapolis 是这个 metro area。那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住在downtown Minneapolis， 我是住在离我工作比较近的地方。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Minneapolis 是什么东西。我当初一开始如果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也不会知道什么是 Minneapolis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的所在位置是在 Minneapolis，Minnesota。那我之前呢，2年前回溯到我搬来美国念我的 master。那我的研究所呢是在 San Francisco。我的 San Francisco 呢，我念的是 fashion merchandising 的 master 的中文是。的研究所，对，是研究所，我刚讲了。好，然后我来这边念了2年之后，我毕业了。毕业了之后，对于国际学生来说，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好，那你现在要怎么找工作？而且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签证？今天这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重点。那我先继续讲完我的介绍，因为我觉得我干脆就是录这个影片直接介绍完好了。那很多人问我说，就是 even 是这里的美国人，或是就是我从小到大到这里，所有什么我妈妈的同事、我朋友的朋友。网络上的 follower， 他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，就是 Chia， 为什么你的英文这么好？你小时候在美国长大吗？你在美国出生吗？你是美国国籍吗 ？OK， 我不是，我是台湾人，我从小出生长大在台湾。但是呢，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念的幼稚园就是全美幼稚园，就是一开始是双语，但后来就变全美。然后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美语这个语言，所以呢，我就很喜欢从小就是听英文歌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妈会把我生成这样，就是这么的西化。就我弟才是那个在美国出生，但从来没有想要回来美国那个人。然后我是就是在台湾出生，但是我就觉得说，反正我也长很大只，我这么高，我175，然后觉得反正我也格格不入嘛，我干嘛要在这边不舒服？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呢。就是因为从小到大的原因，我都喜欢英文，我都喜欢西式文化，我都喜欢英文歌，怎么样穿衣服啊，怎么样的 lifestyle， 然后他们怎么样的表现自己，我都觉得说 ，that's my lifestyle。所以如果今天不论就是什么国籍的话，我觉得在这边我是生活的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在这边回答这个问题就是，我不在美国出生，我也没有在美国长大。最早英文接触就在幼稚园，之后呢一路到了高中。
我高中以前我一直想要出国看看，我一直就是喜欢欧洲、美洲、东南亚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到处旅游，就是很喜欢很有世界观，从来不排斥不同样的文化。然后一直到了高中，我才有第一次的机会出国游学。其实说来非常的有趣，就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住的地方就是旧金山。然后当初因为我在那边才15岁，然后就觉得说天哪，就是 EF 国际学校里面就是拉丁美洲人、欧洲人，然后亚洲人，然后各式各样的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，就是我一定要再回来美国。然后再隔年呢，我又参加了 EF 的游学团，我去了纽约。然后纽约当然就是超棒，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纽约，然后也就奠定了就是我真的很想要出国念书的一个心愿。但是后来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当然就是还是有来美国玩啊，找亲戚啊，找朋友啊。就是我当然在我大学以前我就已经去过了芝加哥。LA， 然后纽约又第2次，我现在当然不能就是一一数清，但是就是在我那时候奠定了就是说我真的很想要来这边发展，就是不能说只想要来这边念书，我想最直接就是我真的很想要来这边就是生活定居下来。那当然就是如果我的未来的 partner 是那个人的话，那我当然是会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如愿这样子。那到了大学，我还是留在台湾。那我在台北的大学的时候，我念的是辅仁大学。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，OK， 你既然这么想出去，那你为什么大学没有出去呢？这就是因为我妈，反正我忘记我妈当初到底讲什么。我妈好像就讲说，如果大学就让你出去，你就会觉得那里好像过得太开心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就是不想回来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反正我妈就是大学就让我觉得说，她觉得我要有一个学历，起码是在台湾呢。以后，假如说我出国闯了，起码回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靠谱这样，我就觉得说妈，我的老天爷，就是我如果假如说我大学就来的话，我搞不好 it should have been better or maybe it should have not。然后我在大学台湾的时候呢，我就是真的一直觉得说我自己真的很想出去，就觉得自己有点被困住的感觉。那所以我真的大学我一毕业我也就真的出去了，我就来了旧金山。我在旧金山念的是 Fashion Merchandising， 然后学校是 Academy of Art University， 所以基本上那里所有的学员都是喜欢艺术、美术、设计、时尚类的学生。在旧金山念了我的2年学分就学位拿到之后呢，我也是在旧金山认识我男朋友的。那当初我们在认识之前，他就已经决定好他要回来 Minnesota。就是完成他的大学学位，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在这里，就是执行我的 OPT， 就是我的工作。OK， 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没有太冗长。反正呢，对于所有的国际学生来说呢，你参加完了一个 study program， 对我来说就是我是 master。那不管你是 college 或是你是 master，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其他还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的，基本上是这2种。那 master 跟你的college degree 之后呢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OPT， 你要去申请。OPT 呢，简称 OPT 是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， 所以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呢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他们在训练你的技能。来看你到底在这边学了什么之后，完了之后呢，你要选择一个工作是跟你的 major 是有相关的。那通常 OPT 是1年，另外一种 visa 呢是叫做 OPT 的 extension， 是 STEM。I don't know if it's pronounced STEM or just STEM。他们是你的学生，假如说你是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 medical science 或者是 engineering， 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总而言之，网络上有几项 major 是那一些学生你可以申请。STEM 就是在另外的2年，所以你总共有3年在这边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在我的 OPT， 而且我已经到了一半了。我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旧金山毕业。好，你一毕业完之后呢，你就要去申请 OPT。OPT 呢，你总共要等2到3个月的时间，收到一张签证、一张卡，它是你的工作。你的 work permit， 这张卡都是 EAD card， 上面会有你的照片，会有你的生日，会有你的来自地，这样我就是台湾，然后会有你的签名。那一张工作证呢非常重要，因为上面会有你的签证的过期日。那我是不知道每一个工作要不要看那一张卡，但是我的当然是有。那所以你有了这张 EAD 卡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去找工作，你就可以开始去面试。那我现在个人在工作的地方呢，是一间女性的服饰品牌，叫做 Madewell。那它是 J.Crew 的 sister brand， 所以亚洲好像只有香港有，但是在美国其实是还蛮受欢迎的，因为它的
价格是中高，一件牛仔裤大概$130，但是它的品质非常好，然后设计的款式很适合20到30-40岁的女性。那当然我们也是会有超过40岁的女性来，那当然我完全不反对，因为你只要喜欢，你只要觉得你穿的舒服，你怎么样都可以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 focus on 20 to 30s or 40s， female only， 所以我们没有男生的衣服。然后呢，Madewell 在 Minnesota 是 Mall of America，Mall of America 呢是应该还是全美国最大的 mall，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夸张，它是一个整个游乐场、游乐设施，它里面是真的有 roller coaster， 然后还有一些奇奇怪怪有的没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它是整个美国就是占地面积最大，然后规模最大的 mall。那我现在呢做的当然就是 part-time associate。那我自己是想要讲我自己在这边的个人立场，就是我不知道每一个人的环境跟每一个人面临的状况是怎么样，但我自己觉得说，我应该一方面我庆幸自己能够找到这份工作很顺利，因为我真的在中西，因为 Minnesota 是 Midwest， 就是在中西真的是没有什么国际学生，也没有什么亚洲面孔。我老实说，让我每一天面对的呢，都是就真的是最白人的白人，就是我每天面对都是大概白人的20岁到40、50岁的女性在店里面。那我所有的工作环境里面全部都是，当然是有美裔的亚洲人，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在美国出生，就是真的都是道道地地的，他们真的不知道亚洲有什么国家这样子，就是他们会把台湾跟 Thailand 搞混的那一种状况。所以我在这边呢，当然一开始的压力会是有，但是 Madewell 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友善，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开心，就是大家人都很好，然后我也交了很多朋友在Minnesota。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在Minnesota交的朋友都很真心，就是他们真的会愿意出来听你，然后会愿意跟你 hang out， 然后不是就只是讲讲而已。那在 San Francisco 就是 kind of sketchy， 就是大家就会okay, that's hang out, I'll see you soon, but after the phone call, you hear nothing from them， 就是真的蛮表面啊，我这样讲。那我现在当然也只是讲自己个人立场，因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。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我的一半了，我毕业是12月嘛，那我真正收到我的卡是3月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子，我觉得很靠北。可是呢，他们的卡 EAD 卡，他们上面写的生效日期是他们收到你的 application 的日期，所以呢，即使我今天是3月多才收到我的 EAD 卡，他还是把我的OPT 的 starting day 写2月16。那等于我的明年2018的2月17，他会让你多一天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觉得那好像对你很好吧，谁有差吗？但是就是明年的2月17我就已经到期，但其实我是这3月多才收到，可是他给我写是2月16开始，那个等待的过程是非常冗长的，因为呢你要跑好多程序，你要上网看，你要自己记很多东西。再来讲到找工作，其实我不知道，就是对于念 fashion 的人，我不是念 fashion design， 所以我对就是 fashion design 也没兴趣，就是我不喜欢画画，我没有想要就是剪裁缝纫什么之类的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来看，就是对于 fashion merchandising 的人来当 associate 会不会觉得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这有一个成语嘛，就是假如说你觉得你自己 over qualified， 因为呢你自己会觉得说在这里你的同事都会问你说为什么你会有 master degree， 然后还当 associate， 而且还是 part time。那我当然这也是非常 personal experience， 我没有讲说每个人都该这么觉得，我也没有讲说每个人都这么觉得你是，但起码我现在经历的就是每一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。那 even 我自己的男朋友他自己也觉得说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想要我多 focus on my YouTube channel、my Instagram、my social media， 因为他觉得我真的今天在这里真的是卡在你身份的问题，因为你真的是你不是美国人，你没有办法升到哪里去，再加上你现在是 OPT visa， 就根本不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visa， 但正式的工作 visa 呢是 H1B， 那这也是我之后要讲的。好，那这个 OPT 对他们来说，对于美国政府来说，就是一个 OK， 我在这边就让你留一段时间，看你过得怎么样。那过完之后呢 ，OK， 你已经训练到了，你学到技能了 ，OK， 你该回国喽。好，那我刚刚讲到有另外一个签证叫做 H1B， 那 H1B 呢是在 OPT 之后。但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 limited， 就是你有很多 restriction。那 H1B 呢，它是一个签证，就是你今天基本上你要找到一个雇主，他愿意帮你申请 H1B。那我不知道那要不要花他们的钱，可能要，因为
美国真的什么申请都要钱，就是像我们 OPT 申请也要钱，我忘记好几百美吧，还是几十美到几百美，反正什么申请都要钱。好，那 H1B 呢？今天你要找到你的雇主愿意帮你申请 H1B。美国在4月1号，每年4月1号到4月5号的样子，他们会有开放，就是你申请 H1B， 他们会开始接受你的 application 之后呢，所有的学生里面好像只抽6万多个人可以拿到 H1B。那你如果拿到 H1B 的话，你就是再延3年的样子，最多好像3年的样子。我自己觉得是机会非常的渺茫，而且我前阵子得的就是我应该是没有办法抽到 H1B 这样子。那我刚刚讲说我可能没有办法用到的原因，是因为我2月中就过期了。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 grace period，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 grace period， 就是你过期之后呢，你可以在这边多待90天。那我不知道在这个90天的之中呢，我能不能申请 H1B，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要去查资料。那基本上我今天只是想要做这个影片跟你们讲说，如果你是可以在4月过后你的 OPT 都还在的话，那你就4月丢件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是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现在到底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留在美国，然后这个也不是永远，因为我明年2月就过期，我还在考虑到底自己要怎么办，在想说要跟我男朋友搬去新加坡，或者是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结婚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想多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妈可能会看这个影片，所以我不想让她知道。国际学生在这边是真的比较辛苦，因为你去申请任何东西都很有受限，每个地方看你的 ID 都要看好几百遍，还有就是你如果在这里，在这个期间，如果假如说你要出入境美国，又是另外一件事，那也是真的是还蛮烦的。总而言之，我只想讲说，任何国际学生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话，我只想讲说 ，We are a big family， 就是大家呢都是心团结，不要欺负，就是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好不好？不要欺负国际学生。大家会觉得说，在美国好像光鲜亮丽，是真的很多好玩的，你可以去好多地方，你可以真的想要。真的是 balling 的话，你真的是想去哪里，真的每个周末都可以去不同地方玩。但同样的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大部分的国际学生，就是背后有你的家庭，就是整个是 bankroll， 就是提供给你很多金源资源。其实陆续的人都有问我说，去啊，你跟你男朋友 Alex 是怎么认识的？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讲说，有人想知道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故事，要讲吗？因为真的蛮有趣的。我男朋友就跟我说 ，OK， 你就跟你的 subscriber 讲说，如果你破了1000 subscriber， 你就录个影片解释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。这样好像真的是蛮有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两个到底怎么认识，然后怎么在一起，怎样什么之类的话呢，赶快叫你的亲朋好友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破1000的话，我们就录这个影片，我们就真的解释，而且是有趣的故事，是真的有东西可以听的，是这么一个英文小教室。假如说在美国的谈话之中呢，你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 scandal 或是很 gossip 的东西的话呢，别人就会说 spillity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讲呢，我们两个相遇的故事呢 ，there is tea to spill。So， 那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没有兴趣啊？假如说会不会有歧视啊，或者是会不会有人欺负你啊，或者是你怎么样交新朋友啊？如果你想看的话呢，请切记要在这个影片就是按赞，然后呢，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跟这方面有关的影片呢，留言告诉我。基本上今天的影片就是到这里咯。Make sure you like this video, subscribe to my channel, and follow my Instagram. Alright, talk to you guys next time. I'll see you later. Bye.